你听说过刘备 vs 周瑜吗？八成没听过吧？那你听过三气周瑜吗？不用问，肯定听过。正因为《三国演义》虚构的三气周瑜太有名，所以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。今天八赞就来说说这段被三气周瑜所掩埋的超级精彩的历史——刘备和周瑜之间的合作与对抗。故事要从赤壁之战后开始说起。赤壁之战后，曹操、刘备、周瑜的目光同时盯在了一个地方——南郡。道理很简单，如果说荆州是天下的枢纽，那南郡就是荆州的枢纽。曹操控制南郡，就有了南征的跳板；孙刘控制南郡，就有了北伐的基础。因此，赤壁之战后，曹操紧急做出布置，兵力收缩，死守南郡。荆南4个郡，老子不要了，就这个南郡一定要保住。然而刘备和周瑜对南郡同样是志在必得，刚打完赤壁，赵魏连口水都顾不上，直接马不停蹄赶到了南郡。南郡之战就此开始。说一下双方兵力对比吧。上期视频我分析过，赤壁之战时，孙刘联军大概有3万，其中孙权军2万，刘备军1万，减去赤壁的战损，这时候孙刘联军总数不到3万，而且刘备军实际上只有少部分参与了作战，也就是说南郡之战，孙刘联军参战兵力也就2万多人。曹仁的兵力没有明确记载，但从他可以随便拉出6000机动兵力来看，他掌握的军队应该会有15000左右。在攻城困难的古代，就这个兵力对比，可以说作为进攻方的孙刘联军完全没有优势。另外，曹仁不仅在兵力上不占劣势，军粮储备也相当充足，而且他还可以从北方得到粮食输送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还有援军。结果就这个配置，曹仁最后愣是把南郡给丢了。所以真心别吹他擅长防守啦。这一战真正该吹的是进攻方的周瑜。虽然局面很烫手，周瑜却相当冷静，他并没有直接把军队全都压上去猛攻，而是试探性的派出数千军队，先去跟曹仁碰一碰。曹仁一看，顿时笑疯了，我靠，这个周瑜也太二了吧，本来就没多大兵力优势，还不全都压上，这是要一波一波送人头。于是他决定炫一波操作，狠狠秀周瑜一脸。曹仁故意派牛军只带300人出战，果然牛军不利，被团团包围。好，这下可以开始炫了。曹仁大吼一声，率领数十骑兵直接冲入敌阵，硬是把牛军等人救了出来。救出牛军后，曹仁回头一看，发现还有人被困，干脆又搞了一波突击，把剩下的人也救了出来。救援过程中，曹仁还亲手杀了几个敌军。这一波操作体现了曹仁极高的武力，敌我双方都被震撼了。敌军跑了，曹军上下也对曹仁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长史陈角忍不住赞叹道：“将军真天人也。”然而，这对总体局势并没有多大影响。相反，周瑜的目的达到了，他意识到曹军陆战能力确实强，不能硬拼，于是他派出海贼王甘宁率军前往攻占了要地夷陵，诱使曹仁出战。刚打了胜仗的曹仁膨胀了，果然派出6000军队跑去围攻甘宁。周瑜不慌不忙，就在旁边看戏。等曹军连续围攻了几天，人困马乏之时，周瑜突然率军杀到，一场恶战，曹军大败，被杀过磅，只能趁夜逃跑。然而周瑜早就在曹军逃跑路线上提前放置木柴，截断了道路，曹军无奈只能扔了马匹步行逃跑，结果马全都到了周瑜手中。这一下战局彻底扭转了，随后曹仁就被孙刘联军围困在城中，只能被动防守了。虽说局势扭转了，但曹仁毕竟兵力不少，粮食充足，窝在城里死守，孙刘联军还真拿他没办法。面对困局，刘备出手了，他对周瑜说：“曹仁粮食多，咱们硬攻肯定不行啊。这样吧，我让张飞带1000人跟着你，你给我2000人，我帮你去截断曹仁的后路，他得不到粮食补充和援军，早晚完蛋，怎么样？”周瑜想了想，觉得很有道理，而且用2000人换1000人加张飞，这他妈赚翻了呀！于是周瑜果断同意了。然而周瑜想不到的是，此时的刘备其实另有算计。
作为名将，周瑜优先考虑的当然是军事账，然而刘备已经开始在算政治账了。虽然赤壁之战孙刘联军获胜，但此时的刘备只控制部分江夏郡，这样下去，他连跟孙权平起平坐的资格都没有，更不要说争天下了。眼前刘备最迫切的需求是领土，别管什么领土，吃到嘴里再说。于是刘备做出了布置，让关羽带少部分军队联合周瑜的2000人，组成一个几千人的游击队，去江陵北部截断曹仁的粮道和援军，史称绝北道。而刘备自己则带大部分军队跑去打荆南4郡了。刘备这一招简直妙不可言。利益层面，刘备当然壮大了，有周瑜在南郡对抗曹仁，刘备就可以比较轻松地吃下荆南4郡，一举取得安身立命之地。道义层面也可以堵住孙权和周瑜的嘴，毕竟刘备并没有食言，人家确实派军队去绝北道了，只不过没有派出全部军队而已。至于打荆南4郡，刘备也可以解释啊，毕竟这4郡现在名义上还是归属曹操的，我去打这4个地方是为了避免他们援助曹仁，这没毛病吧？这才是真实的刘备，一个相当聪明有手段的政治家。接下来的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，关羽带着几千游击队成功完成了绝北道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。我们至少可以确定，《李通传》和《乐进传》中记载的2场战斗都发生于绝北道时期。虽然这2段记载都在吹捧李通和乐进如何厉害，然而事实就是他们都没能成功增援曹仁，甚至李通还在半路上病死了。此外，曹仁的粮道明显也被关羽切断了。虽说曹仁被周瑜堵在城里揍了1年多，损失很大，但城池毕竟没有被攻破，最终曹仁是主动撤走的。我想很可能是关羽切断了曹仁的粮道，让曹仁的处境雪上加霜，最终不得不主动撤走。另一方面，刘备的进展也非常顺利。按理说，刘备南征的兵力不足1万，要一口气吃下4个郡，显然难度很大。然而，刘备充分发挥了军事和政治才能，使出了一套组合拳。首先，刘备表奏刘表的儿子刘琦当了荆州刺史，等于告诉了荆南4郡太守，你们过去都是给刘表干活的，现在我拥护他儿子刘琦当了荆州刺史，你们要是抵抗，那就是不忠于过去的老板，做人不能这么不要脸，懂吗？所以直接投降吧。果然，这一波攻心起到了巨大效果，荆南3郡一枪没放，直接投降了。周武宁郡太守金旋坚持和刘备作战，刘备也不客气，玩起了斩首战术，率军突击金旋本阵，直接把他砍了，顺势拿下整个武宁郡。就这样，刘备以微小的损失一口气吃下了荆南4个郡。然而好事还没完，紧接着刘备的被动技能超绝魅力也跟着发动了。刘备占领4郡后，一个叫雷旭的小诸侯居然带着几万人直接过来投奔了刘备。这一波刘备真他娘是秦始皇摸电线，赢麻了。就这样一波神级操作过后，刘备彻底废了。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拥有这么大的地盘，这么多的军队。然而这时候已经拿下了南郡的周瑜是怎么想的呢？看着一波肥起来的刘备，周瑜陷入了沉思。随后他开始了操作。首先，由于夺取南郡过程中刘备军也出了很大力，因此周瑜把南郡南部部分土地分给了刘备。周瑜这么做，一是为了继续维持孙刘联盟，二则是为了麻痹刘备。是的，他决定了要对刘备动手。他已经意识到了曹操是眼前的敌人，刘备是潜在的敌人。不久后，趁着刘备去见孙权的时机，周瑜写信给孙权，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。刘备这个人有枭雄之姿，关羽、张飞都是雄虎之将，我们是控制不住这3位的。我希望您可以趁着他见您的时候把他给扣住，然后我就可以胁迫关羽、张飞为我作战了。如此一来，大事可定啊！如果让他们3个人在一起，好比是蛟龙得云雨，终非池中物啊！这就是成语池中之物的来源。孙权接到周瑜的信后想了想，最终还是没有采纳。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，周瑜对刘备使坏的同时，刘备居然也在计划着对周瑜使坏。刘备离开时，孙权前往送别，2人聊了一会儿。刘备突然感叹道：
周瑜文韬武略，万人之英，而且气量广大，恐怕不会一直做人臣哦。孙权听后只是笑了笑，没什么反应。作为一代帝王的孙权，当然也是有过人之处的，至少看人用人的本事不是一般人可比的，因此他选择相信周瑜。就这样一番互相使坏过后，什么都没发生。直到周瑜死后，刘备才知道了周瑜当初劝说孙权扣留他的事。刘备不由得冷汗直流，他感叹道：真危险啊，差点就栽在周瑜手里了。当时孔明劝说我不要去，肯定是考虑到了这个危险，可见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啊。以上就是历史真实存在却被掩埋的刘备 vs 周瑜的全部内容了。在一番精彩的合作后，他们确认了对方的能力，也确认了对方的威胁。之后他们互相敬佩对方，又互相想要搞掉对方。他们想要搞掉对方的动机和心胸狭窄、嫉贤妒能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们想要搞掉对方，为的都是各自政权的大业。这是一场英雄之间的精彩对决，如此而已。